男人每天喂猪时，都会故意漏一小团猪食掉在地上，即便被人责骂也并不反驳，反而内心窃喜不已。整天病怏怏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娘怎么虐待你了。你那死鬼爹娘走得早，要不是老娘从牙缝里挤出点吃食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是，侄儿多谢婶婶活命之恩。喂完猪就赶紧去后山砍柴，你糖得快起来了，要是没热水洗脸，你中午也别吃饭了。侄儿马上就去。这边男人一边陪笑一边后退，岂料刚转身出门，又悄悄转回了猪圈，趁着四下无人，立刻跟下，捡起了那一小团早已凝固的猪食塞进嘴里。反正猪吃了猪食，长出来的肉也是要给人吃的，我这直接吃猪食就和吃了猪肉差不多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就算吃点猪食，受点屈辱又算什么？年关将至，北风如刀，天地间一片死寂。虾仁一身单衣孤独地走在风府中，父母早亡，婶婶一家常年虐待，此刻的他仿佛一只弱小的蚂蚁，垂死挣扎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。这些柴火应该够交差了，走了7、8里路，总算没白跑一趟。现在的时节想捡点柴并不容易，家家户户都要烧柴火过冬。虾仁忙了大半天才从雪地里挖出这些救命的柴火，但命运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给人希望。什么东西这么硬？好厉害，我的血居然被吸进去了。平日里也没个喝水的玩意，这葫芦正好有用，不过这东西也太大了，如果能小点就好了。心中才刚刚升起这个念头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眼前的葫芦竟然真的缩小了一大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会在做梦吧？那个谁，你能不能再小点？对，再小点。伴随着一阵头晕眼花，黄皮葫芦竟然真的缩小到大拇指左右。虾仁见状赶忙将它塞进衣服夹层，随后扛起柴火艰难地向着婶婶家走去。还没到家门口便听到了熟悉的咒骂声。到家门口了还磨磨蹭蹭的，一天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？才捡这么点柴火够烧几个时辰？等到忙完家里家外一切杂活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婶娘一家子早就钻进了暖烘烘的被窝，虾仁躺在稻草堆里，小心翼翼地取出葫芦，随着心念一动，葫芦瞬间变成手掌大小。虾仁仰头一喝，竟然甘甜无比。蛇溪村周边全都是苦水，它竟然能把水变甜，目前来看，这葫芦绝对是个宝贝。第二天清晨，虾仁一觉醒来就发现了更加震撼的事情，身下的稻草之中竟然看到一抹绿色，稻草中的一粒干瘪种子竟然发芽了，还长出了2、3分长的嫩芽。手摸到这把稻草，似乎有点湿润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冬天的，所有绿叶子都被冻死了，更别说种子发芽。手摸到这把稻草，似乎有点湿润。看着眼前的新绿，虾仁回想起来昨晚自己抱着小葫芦喝水，似乎洒了一些出来，正好滴在了这堆干瘪的稻草上。难道是溪水装进葫芦之后，就开始有了某种神效？想到这里，虾仁赶紧又找来3粒干瘪的稻谷放在不起眼的墙角，随后往上浇了点葫芦水。虾二狗，太阳都他娘晒屁股了，你还在躺尸呢？赶紧起来挑水烧柴，一天天吃我的喝我的，净想着偷懒是吧？伴随着婶婶的咆哮，虾仁赶紧出门。大伯家里2大3小共5口人，堂兄张有良比自己高1个头，拜在县城正武堂中习武多年，一顿能吃10斤肉，一拳能打死1头牛。堂弟张有信比自己略小，在私塾中跟着先生念书，还有一个堂妹才7岁，和自己最亲近。不过因为是女孩，经常被婶娘骂做赔钱货。自从秋收后，她总是有干不完的活，只要她多努力干活，堂兄碗里就能多1块肉，堂弟的书包里就能多1支笔。不过自从得到黄皮葫芦以及今天早上的发现，让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又多了一份想象空间。几天后，4株禾苗在阴暗的房间里茁壮成长，这种本应在春天水田里生长的作物，就这么不讲道理的存活了。这生长速度简直是普通禾苗的10倍。以前我的梦想只是当个佃户，但现在我要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，当个地主，拥有几百亩地，娶5个媳妇，生10个儿子。发现了葫芦的秘密，虾仁立刻开始在山中秘密种植。在那片乱石堆中，奇迹再次发生，稻谷种子竟然在冰天雪地的乱石中发芽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葫芦神奇力量的冰山一角，更大的秘密和危险正在等待着他。而婶婶家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将彻底点燃他心中的怒火。为了有口饭吃，男人每天都要偷摸尾随村里首富家的土狗，土狗走他便走，土狗停他也立刻停，一人一狗就这样走了10几里路。终于土狗舒服的一哆嗦，男人赶忙上前将排泄物一一捡到竹筐中，随后不顾旁人的眼光，更是将多余的排泄物抹在身上，才心满意足的回家。待会回去还是要想办法把柴房也给搞臭才行，到时候就算婶婶骂我，自然会离得远远的，更不可能发现我柴房里的秘密。
原来虾仁在前几天上山砍柴的途中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神奇的黄皮葫芦，不仅能把苦涩的溪水变甜，甚至能让干瘪的种子在大冬天发芽，而且生长速度是普通种子的10倍。于是，在柴房不起眼的角落，一个隐秘而伟大的计划正悄然实施着。以前我的梦想只是当个佃户，但现在我要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，当个地主，拥有几百亩地，娶5个媳妇，生10个儿子。还有一天就要过年了，天降暴雪，滴水成冰，严寒之下，村里卧床等死的人一天就死了3个，但张家今天却是其乐融融。娘，这头猪养得不错，毛重80多斤呢。不错，洗刮干净后，连内脏一起还有50斤肉，足够过肥年了。那谁，小二狗，赶紧去烧水刮毛，还有那猪粪赶紧铲走，臭死了。好香啊！已经多久没吃过肉了？我起早摸飞，辛苦养了2年的猪，大伯就算不顾念骨肉亲情，看在功劳上多少，也会分我2块肥肉吧。虾仁蹲在土灶边烧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白气，诱人的肉香传出来，勾得他直咕咕是。不多时，饭桌上婶婶开始给每个人分发猪肉。九良，你多吃点，练武的饭量大，不吃饱哪有力气？还有信，你们兄弟俩是全家的希望，以后考个秀才举人，咱家就飞黄腾达了。说话间，婶婶毫不犹豫地给2个儿子装满大盘肥肉，随后也不忘给堂妹盛了一小碗。接下来应该轮到我了吧？婶婶您看我的肉呢？哼，你什么你？锅里还有点汤，你喝了就行了。肉这么贵，哪能随便给人吃？看着锅里那点清汤寡水，虾仁心中五味杂陈。自己辛辛苦苦养了2年的猪，到头来连1块肉都分不到。他娘的！我每天起早贪黑给猪喂食，清理猪圈，这头猪能长这么肥，1半功劳都是我的。接下来的除夕夜，八仙桌上摆满丰盛菜肴，一家人围坐吃团圆饭，而虾仁却只能孤零零站在一旁。等一家人酒足饭饱后，虾仁端起剩下的半碗凉粥，发现底下还藏着几根咸菜丝。咸菜的味道真好啊，还别说，越嚼越有味。不多时，正当虾仁收拾碗筷时，堂妹悄悄走过来，偷偷塞给他一个小包袱。虾哥哥，这是我偷偷留给你的肉，趁热吃，你别告诉娘，不然她又要骂我了。谢谢你小妹，你是这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。你快点吃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不要被我娘发现了。是夜，虾仁躺在稻草堆上，紧握着小葫芦，小心翼翼地盘算着。这才4粒干瘪的稻谷就收了300多粒，回报比例远远超过正常种地了。墙上还有2双新草鞋，床脚下还压着10几文钱，都是偷偷攒下来的，全部家当。快了，离心目中的期盼越来越近了。在大伯家这么多年，唯有堂妹把虾仁当亲人看待，身边的包里还带着一丝温热。打开包，撕下一条瘦肉丝扔进嘴里，细细的咀嚼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个外人，永远都是免费的劳动力，靠人不如靠己。这些种子和怀里的黄皮葫芦，才是我将来吃上肉的希望。就在虾仁享受猪肉美味的时候，房门被一脚踹开了，只见沈娘怒气冲冲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柴火棒子。你个杀千刀的，竟然敢偷吃！婶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是要夺回虾仁手上的猪肉，而虾仁却抵死不从，背对婶婶，把手上的猪肉拼命往嘴里塞。反正这一顿暴打是避免不了的，不能白挨，把到手的肉吃掉再说。你个杀千刀的，今天敢偷肉，明天就敢偷家里的金银。对于婶婶的责骂，虾仁从小到大早习惯了，毕竟忍忍就过去了。随着2人的拉锯战进入白热化，虾仁被逼到床沿，退无可退，婶婶娘却仍然不肯放过。突然，她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眼睛盯着草席的一角，草席下方露出几枚铜钱。好啊，老娘供你吃供你喝，养了你10来年，到头来还要偷老娘的钱，没想到竟然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。婶婶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你的？你天天干活，哪来的钱？分明是偷老娘的。婶婶说着就要上去收缴虾仁的钱财，虾仁哪里肯答应，一把将婶婶往外一推，正好把她推倒在地上。于是乎，婶婶嚎叫声响彻田地，简直比白天杀的那头黑猪还嚎得凶。最先来的是堂兄，进门之后当初就是一脚把虾仁踹翻在地。饱读诗书的堂弟冲到近前，也趁机在虾仁身上一顿踢踹。大哥二哥，别打了，肉是我偷的。堂妹想要拉住2个兄长，却被婶娘一把拽开扔到一边。打死这个白眼狼！要不是老娘当年好心收留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打死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婶娘这时也不好了，双手叉腰在一旁破口大骂。虾仁只觉得头晕脑胀，精神迷糊。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遭遇历历在目，5岁父母双亡，6岁开始每天活得比狗都不如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甚至还要偷吃猪食果腹，至今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，一股悲愤涌上心头。忘恩负义的是你们，是你们霸占了我父母的财产，你们一个个成天吃喝享乐，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。
咆哮着说出一直积压在心底的秘密之后，虾仁知道自己完了，房间里也顿时陷入了死寂。既然你早已知道这一切，那我们今日必不可能放过你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住手！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可是他知道了。沈善还想说话，却被大伯制止。都是一家人，出了人命传出去，难免被人嚼舌根。大家乡里乡亲的颜面上不好看，少不了还要吃官司。原来大伯并不是真关心虾仁的性命，而是怕打死人传出去被人说闲话，面子上不好看，还要花钱打点官府。虾仁，我把你从5岁养至今年15岁，已经足10个年头。作为你的大伯，我已是仁至义尽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你的死活与我张家无关。话音刚落，大伯便示意堂哥堂弟将虾仁抓住。随着张家房门紧闭的声音，虾仁已被扔出了屋外。爹爹，现在外面冰天雪地，他一个人到外面冻也冻死了。一声清脆的耳光从屋内传来。家里的事自有你爹爹和兄长做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女子说话了？今日他偷我张家钱粮，被逐出家门，日后就算死在外面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冰天雪地中，只余虾仁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回首过往，皆是被大伯一家虐待的场景。至此，少年心已死，而衣服里温热的葫芦，以及后山那片绿油油的小禾苗，即将为他带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趴在地上的虾仁喘了很久，才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来。现在他浑身剧痛，肋骨好像也断了，摸了摸夹衣，幸好那只黄皮葫芦还在。打开盖子，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，才勉强有了点力气。大雪漫天，虾仁一路艰难地走，脑海中全是这10年在大伯家当牛做马的日子。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雪地里那片禾苗。我去，这么多禾苗长势如此之好，好多都已经抽穗灌浆了。幸亏现在下大雪，又正是过年，没人上山，自然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在生嚼了几根稻穗后，虾仁身体渐渐有了些力气，于是他又在雪地中清理出空子，撒下更多稻谷，用葫芦水浇灌。转眼就到了正月15，虾仁身上的伤已无大碍。经过这半个月的劳作，本来需要半年才成熟的禾苗，竟然用了10来天就能成熟收割。最早种下的几批已经获得大丰收。过了今天，春耕就要开始了，我得想办法把这些粮食卖掉，然后去租一块地，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安定下来。三岔子镇距离大伯家20里路，是虾仁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。镇上很繁华，有很多青砖青瓦的房子，集市里人来人往。虾仁找了一小块空地，刚解开袋口，露出金黄的稻谷，立即就吸引了周边无数目光。小伙子，你这稻谷怎么卖？25文一升，大叔要买点吗？这些稻谷还真不错，完全可以用来做种子。很快，两人的对话便引起了旁人的注意。粮食作为硬通货本就非常好卖，再加上虾仁这些稻谷颗粒饱满，品质极佳。一会功夫，再看麻袋里面已是空空如也。夕阳西下，当虾仁再次走出三岔子镇时，肩上已经扛着一把崭新的锄头，手里还额外拎了一串猪肉，一路哼着小曲来到了地主黄老财家。正巧碰见黄老财出门。你小子居然还活着呢！听你大伯说，你一直闹着要分家当干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什么离家出走？我是被他们扔出家门的。这大雪天的你是怎么过的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给我带什么猪肉？黄老财嘴里说着不客气，手上却很热情地把虾仁那一串肥肉接了过去。黄老爷，我来是有件事求您。是饿肚子吧？今天厨房刚做好的馒头，等会儿我叫人给你装2个。我不要您的馒头，我要租你的田。黄老财一见到虾仁提着猪肉登门，便已猜出了几分。过完年上门求他的无非就是租地或者是借贷。眼前这小子还没成年人的肩膀高，如果种不好的，到时候恐怕连租子都收不上来。孩子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回黄老爷，我今年15了。孩子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说你这小胳膊小腿的种得了地，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。你要种不好，那我到时候连租子都收不上，你说是吧？一听此话，家人立刻挺起单薄的身体，试图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黄老爷，你放心，我这些年每天都在地里干活，对于种地这行当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你大伯家里的地都是你种的，可是不巧，去年大家退回来的地，这几天都已经租出去了。闻言，虾仁心中一凉，没有地，他空有一只宝葫芦，却无法施展。真是一点也没有嘛，哪怕饭亩也行啊。说着，目光看向黄老财手上的肥肉，如果租不到地，这块肥肉就亏大了。黄老财也看了眼手里的肥肉，还回去是怎么也舍不得的，但拿人家的手软，思索了一下，这才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。瞧我这记性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还有一块地，不过这块地太荒了，而且位置也远，你要不要？
没关系，我不怕，只要有一块地就行，不知在哪里。在蛇口山。蛇口山这个地方虾仁知道，周围几乎没有水源，山上的石头比土还多，简直就是地狱级别难度。之前租那人前几天死了，现在租给你。老规矩，头3年每年只要5斗粮食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在蛇口山上开垦出新的荒地，头3年老爷我直接免租。一言为定，这地我租了。走出黄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开始转黑，村里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正在往家走。就在转过一座屋角时，虾仁差点跟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我说你小子没长眼睛啊！是你小子没长吧？你居然……大伯家的老二看到虾仁的那一刻，惊疑的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怎么了？很好奇我怎么没死掉是不是？今天老子先收点利息，过几天连你哥一起收拾。少年，老夫观你根骨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先生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当然是你，不过你小子虽根骨不凡，终究缺少高人指点，恐怕将一事无成。虾仁听老头讲话文绉绉的，跟教书的先生一样，心中升起一股敬意。请老先生指点。老夫今天先指点你认2个字，你看旗帜上这3个字。第一个木下有子，念作李；最后一个人在山上，念作仙。李半仙。虾仁喃喃地念了一遍，脸上火辣辣的，这才意识到旗帜上才3个字，刚才自己居然认错了2个。原来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半仙。李半仙能写会算，学问渊博，大家平时有点头疼脑热，小孩夜啼、婚丧嫁娶会找他，据说极为灵验。虚名，不足挂齿。少年，我观你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原本也是大富大贵之命，奈何？李半仙话说到一半，紧接着叹一口气，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算得真准，难怪被大家称作老神仙。要不是父母暴亡，家里有几十亩地，原本我至少也是小富之家。就在虾仁打算继续向李半仙请教的时候，街道尽头传来一些锣鼓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前方锣鼓喧天，人声鼎沸，很多人凑着热闹向前跑去。老先生，那边好不热闹，我好想去看看。终是少年心性，虾仁没等李半仙回话，立刻好奇跟过去看热闹。原来今日是本届的武秀才放榜，三岔子镇这边有人成功考上了武秀才。不知道谁家的祖坟冒青烟，考上秀才老爷。秀才见官不贵，免要一减赋税，当真是光宗耀祖啊！听闻武秀才考试第1项必须举起500斤巨石，你们有这种天赋吗？扛一石到骨都累成狗，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本事？铜锣声开道，一群人簇拥着一名少年走来，少年方面大喊，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，意气风发。竟然是堂兄张有良，竟然让他当上了武秀才，以后不得更加欺负我。此时堂兄满面春风，身边围着10几个乡绅模样的人套近乎，突然眼光扫到挤在人群中的虾仁，很明显张有良眼神中感受到那股不屑，仿佛自己已经不配被他正视。先生，我也想考武秀才，有办法吗？既然堂兄考得，你也未尝不可。官府每年都会举办1次考试，交一笔钱就能参加。先生怎么知道那是我堂兄？先生真是神仙，还请李先生给我算一卦。这命格，小子，10文钱还你，老夫宁愿不赚这个钱。求先生指点迷津。你走吧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先生是嫌钱少了。说完，虾仁一咬牙，狠心将50文放在桌上，随后一脸殷切地望向李半仙。罢了，老夫就冒着风险做出一个违背祖师爷的决定，向你泄露少许天机。你小子命格贵不可言，只要能得名师指点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远不是区一个武秀才可比的。那我该如何学武？张有良能去正武堂习武，当年也是花了大价钱的，而你目前想学也没有门路，必须有人引荐才行。求李先生指点明路。老夫可为你指点1二，只是你这诚意似乎。请李先生收我为徒。先说好，老夫并没有答应传授你武功，正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当然老夫也看不上那些个世俗财物，但你是个俗人，俗人表达诚意最好的方法是交钱，这个我懂。小子悟性很高嘛，若是你诚心想学，首先需奉上1份拜师礼，后举行拜师仪式，每年再奉上白银10两，上好的猪肥膘肉10斤，美酒2坛，精白的大米1石，
肥鸡1只，大鹅1只。这要多少钱啊？老夫说了，咱并不是贪图你的财物，只是想看一下你的诚意够不够。仅仅这笔表示诚意的费用，以虾仁目前的财力就拿不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学武日常开销也很大。就说张有良每天都要吃3顿白米饭，一顿能吃好几碗，隔3差5还要吃1顿肉，没点家底早就吃穷了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要攒够钱来找您拜师学武。告别了李半仙的算命摊，虾仁又去成衣铺买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，全身暖和舒适，腰里还藏着1000多文钱。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富裕过。若是往常，他早就高兴的1蹦3尺高了，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。堂兄考上了武秀才，我也得考上，不然一辈子我都抬不起头。这次回到蛇口山，一定要加快开荒，种出更多粮食，然后向李半仙表示诚意，争取尽快拜师学艺。想到这里，虾仁又加快了脚步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葫芦的神奇力量将帮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惊人的财富，而李半仙的真实身份也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神秘。虾仁从镇上回到蛇口山的时候，天色已经不早。看来我真是没有吃肉的命，难得又买了块肉，结果又进了那个李半仙的嘴里。好在今日虾仁还带回一口铁锅，可以煮碗米饭应付应付，再配上之前买上的那块补盐，虽比不上猪肉那般油水，但也算得上快了。昨夜吃了那米饭过后，今早起来全身都有使不尽的力气，莫非又是这葫芦显灵，吃了葫芦里的稻谷还能增长力气不成？后来几天的开荒也印证了虾仁心中的猜想，荒地上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事，其中有些几乎快到300多斤，而他连续搬了几天，身体都没怎么出现疲惫的感觉。再有几日就能开完荒，之后再用这些石头好好改造一下这茅草屋，禾苗一种上就大功告成。转眼间，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，随着时间过去，稻田面积越来越宽，而这3亩地的稻田在这葫芦水的浇灌下，半个月就能收成1茬。换算下来，他每个月几乎能赚到24两银子。干了这么久的活，是时候把这些稻谷拿去卖钱了。卖得的银两拿出一部分给李半仙拜师，剩下的应该都还绰绰有余，正好可以再给自己添置一些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虾仁便挑起稻谷下山，而之前他为了不被人发现葫芦的秘密，这条山路早被他破坏的异常难走，连他自己下山都费了好大劲。到了镇上，他就立马直奔周氏粮店，却不料临近秋收，股价已经开始回跌，虾仁也来不及痛心这点小损失，直接将稻谷全部出手。今年真是奇了怪，这么早就开始跌价，眼下还是见好就收为妙。反正葫芦里可以存不少粮食，还不会坏，等过了秋收再来也不迟。虾仁清点了自己手上的铜钱，加起来已经有24000钱，足够他过得有滋有味了。于是虾仁将手上的铜钱兑成银两，又带上1只老母鸡、10斤猪肉、香烛、2坛美酒，准备齐全后，李半仙便带着他往镇上一间小院走去。李半仙神情严肃地完成一系列仪式，又是点燃香烛，又是对着牌位上的祖宗行大礼。一切完毕后，最后让虾仁向李半仙敬上一杯茶，才算完事。从今天开始，为师便传你绝世武学，但你万万记得不可向外泄露此事。好的，弟子一定谨记师傅的话。你大概识得多少字？只识得几百个字，但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每日刻苦练习。这本书乃是我老李家祖传的绝世武学，你且用这本书来识字，等你学会书上的字以后，正好就能看懂这本武学秘籍，此举乃一箭双雕。师傅英明。紧接着，李半仙对着书看了一会，摆上笔墨纸砚，提笔就在纸上边写边念，最终将写着一大段字的纸条交给他。你今日先照这上面学着，等你学会纸上这些以后，你再来找我学接下来的内容。虾仁接过纸条，小心地装进自己的兜里，生怕上山的时候弄丢了。回到蛇口山，他便开始用树枝当作笔在地上练习。不到2日的时间，他就已经将纸上50多个字学会。师傅，虽说我已经识得了这字怎么写，但其中的奥妙我还是一点没领悟到。毕竟这是绝世武学，其乃你一介凡人能随意读懂，且让为师来给你讲解其中的含义。李半仙照着书一番讲解，讲的嘴角都泛起白沫，虾仁这才大概懂得书上的意思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得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来引导出体内的元气，接着再打坐稳固元气。回到蛇口山，虾仁立马照做，但不曾想在练功几天后，他正用毅力与心中杂念做着斗争，忽然他感到胸中一阵翻涌，接着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，下一秒便栽倒在地上。却不料正是这一变故，虾仁突破了几日来无法突破的瓶颈，功法在他意识模糊之时打通了他的经脉。再醒来时，只感到体内有一股微弱的暖流在涌动，暖流走到哪里就舒服到哪里。
果然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只要勤加修炼，必定能成。激动的虾仁当天便跑下山去找李半仙。看你表情如此激动，可是最近练功又有了进展。我终于修炼入门了，今日打坐后，我体内出现了一股暖流，让我好生舒服。李半仙半信半疑地看着虾仁，这本秘籍他曾经也学过，但他当时练了很久，什么也没发生，纯粹就是骗人的玩意。这些年，李半仙就这样一直做着坑蒙拐骗的勾当，眼下遇到虾仁这个傻小子，不仅让自己吃上了饱饭，还有肉有酒，他忙着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么想过虾仁这小子真的有所进展？既然如此，你便将我手上这块石头捏成粉末给为师看看。我虽是力气大，但想要捏碎石头，现在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也敢妄言修炼入门？习武之人要戒骄戒躁，切不可狂妄自大。师傅，我错了，还请师傅原谅。罢了罢了，习武之初有这种情况也是正常，但你也别气馁，回去继续按我说的练习，终有一天会修炼入门，考上秀才。今日你且回吧。自从这次被师傅敲打过后，虾仁深知天外有天，戒骄戒躁的道理，回到山上每天踏踏实实修炼。师傅那么大的本事，从来不显山不露水，自己才学了一点点本事，连入门都不到，可不能再沾沾自喜了。由于上次误举止，在经脉中成功生出第一缕气，之后的修炼就是顺势追真，容易多了。按时修炼，体内这股元气慢慢的壮了，元气所到之处，感觉有一股暖流，很舒服。我这一天到晚的练，体内的运气我是感觉增加了不少，就是我这饭量感觉增加的更多了。我现在一顿吃5碗饭都不够了呢，还好我现在不愁吃。葫芦里储存过的粮食不但会变得更加好吃，还能壮大元气。这稻谷跟普通粮食差别极大，只要吃过一次，绝对能感觉到不同。这粮食我都放在葫芦里了，这卖出去大家都能吃出区别。别人要是问我这个稻谷的来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真是伤脑筋。过了几天后，虾仁便带着1斗大力丸上了集市，售价10钱1粒。结果他不但1粒都没能卖出去，还受尽了嘲讽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随便弄了点东西就想来行骗。我这里卖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药丸，这位大哥，你要是不买，别在这影响我做生意。别人杂耍卖药的都会胸口碎大石，你要不也来展现一下？不然谁信你说的是真的？话音刚落，周围的其他人也开始起哄，搞得被围在中间的虾仁灰头土脸。眼见凑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虾仁只好草草收摊了事，飞也似的离开了集市。凭什么别人卖假药都能卖出去，到了我这真药反而卖不出去了？惆怅之际，虾仁发现自己正好经过蛇溪村，下意识的就想加快脚步，却发现在远处村口，一个用红丝带扎着双丫鬟的少女正蹦蹦跳跳的向他跑来。虾仁眯眼一看，这不正是他的堂妹吗？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现在有饭吃吗？我不饿啊，你等我回家给你拿些剩饭出来给你。哥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，现在哥在蛇口山租了几亩地，又种上了一些稻谷，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都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有多担心你。虾仁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，大半年没见，妹妹不仅长高了一些，他还差点没认出来，但两人还是像以前那样，说话间没有半点生分。哥，我听说蛇口山上有蛇妖，你在那上面见过没有啊？傻妹妹，那都是老人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，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你上次打了二哥不？那天他在家里哭了1天都没出门，连学堂都没去哩。虾仁立刻回想起那次在街上打了张有良的场景，如今得知这个情况，心中又是不自觉一阵得意。还有，你也要记得小心一点，我大哥说要打你，还说见一次就打一次。我现在可不怕他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就给他揍回去，谁打谁还不一定呢。两人站在路边聊了好久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虾仁想起自己没卖出的那些大力丸，既然卖不出去，那便送给堂妹当零嘴罢了。哥，你这都是从哪来的？这叫做大力丸，我刚在街上买的，据说吃了能胸口碎大石，厉害不？哎呀，你这是被人给忽悠了，这不但颜色不对，闻起来还没点药味。走，我跟你上街找人把钱要回来。算了，那人早走了，你就自己留着吃呗，万一有效果呢？妹妹心有不甘地看了看他，最后还是答应作罢，接着将那大力丸送入嘴中，发现味道确实不错，不仅筋道还越嚼越香。妹啊，哥今天就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改天有时间哥再回来找你玩。虾仁与妹妹告别以后，又顺道去了黄老财家，一进门便看见满院都堆满了金灿灿的稻谷，还没来得及惊讶，屋内的黄老财就笑盈盈地走出来。虾仁，你来的正好，5天后你随我去县城一趟。
从小到大，我最远也只是到过这3岔子镇，没想到自己一来就撞到这种好事。好嘞，东家，这次去县城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这最近不是正好秋收，我得到县衙上交粮催，人手不够，得找大家过来帮忙。原来如此，东家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必定来。我就知道虾仁你这小子懂事。行了，你今天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回去路上，虾仁想起之前镇上人口中描述的县城，听说那的房子有2、3层楼，还有马车和说书唱曲杂耍的人。这时虾仁灵光一闪，正好可以把我的那些大力丸带到城里卖着试试，这镇上的人不认得这大力丸，说不定城里就有人识货。虾仁当即将这个打算划入了这次行程里，但在出发之前，他还有几件必做的事情。首先就是搬来石头和荆棘，将蛇口山的路给堵住，以防外出期间有人偷家。其次就是把家里值钱的家当、红桶都装进葫芦里，最后再给自己好好收拾一下。要是自己就这样灰头土脸的进城，保不准被人嘲笑是乡下人。于是虾仁将自己衣服开线的地方仔细缝好，又跳进蛇溪里洗了个澡，再把头发梳得整齐，换上一双新的草鞋。走出街上的时候，他甚至听见有人说他不知是哪家的新郎官。东家，我来交租了。这一声叫唤并没有把黄老财叫出来，虾仁便放下担子自己走进了院子里。奇怪，这大早上的黄老财跑上哪去了？不料这时迎面撞上黄老财家的二闺女。目光对视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对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说起黄老财家这二闺女，脸圆圆的，腰圆圆的，屁股也圆圆的，村里不少闲汉都打着他的主意。虾仁这小子没见过什么美人，与对方也仅是对视这一眼，就脸红的低下头，不敢再抬头看。此时黄老财院内聚集了10几名佃户，都是上来交租来的。哟，原来是虾仁来了，好几年不见，虾仁这是越长越俊了。这么高，该合适娶个媳妇了。哟，这小子还脸红了。这时其中一名叫做来福的佃户走上前，拍着虾仁的肩膀说：这次进城，老哥带你去按门子玩，几文钱就能让你过一把当男人的瘾。虾仁心想这按门子是什么东西，怎么从来也没听过这东西，但很快从他们那个深藏的笑容里立马明白了，原来指的是男女间的那种事，顿时羞得说不上话来。这时吱呀一声，里间的一扇门打开，虾仁转头看去，竟看见堂哥张有良铁青着脸走出来，还虾仁瞪了一眼。周围其他佃户见着他，忙不迭上去一口一个张老爷叫着，而张有良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，也没多看众人一眼。哼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摆副架子给谁看啊？嘘，别乱说，人家现在可是秀才老爷，咱们可得罪不起。大家伙都久等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县城吧。黄老财指挥着众人把粮食装到车上，接着就沿着官道上路，一辆车装3担到，差不多得有300多斤。虾仁现在独自推一辆车，走了快10几里路，仍然感觉很轻松。当他觉得手臂酸麻的时候，就暗中运转李半仙传授的功夫，将元气运输到手臂上，这酥麻感便消失不见，而且手上的力量有增强血。一路上别人换了好几次手，只有他一直没有放。蛇溪镇到县城路途遥远，早上出发，傍晚时分才赶到县城。街道两边都是一些店铺，裁缝店、糖果糕点店应有尽有。虾仁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店，感觉极为新鲜。路过一道半掩着的木门时，他探头想看看里面卖什么东西，却见门内走出一名女子，拉着他的手道：小哥，快进来玩呀！这就是他们说的暗门子吧？多谢婶婶，我下次再来。虾仁，你怎么不进去呢？里面可好玩了。别着急，等晚上我再带你来玩，只要5个铜板就能开荤。是啊，饭可以少吃2顿，大老远的可不能白来。这些人平常抠抠搜搜的，菜里放点盐都不舍得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舍得花5个铜板，就为了做这种事情。14岁的他暂时还无法理解这种行为，只觉得不如拿钱买个肉包子吃。接下来的路又遇到好几扇半掩着的门，虾仁是不敢再探头观看，但虾仁注意到街边有一家药材铺，便在心中记了下来。一直到晚上，众人在空地扎火准备过夜，好几个佃户勾肩搭背在一块，神神秘秘的又在商量些什么。虾仁，走，带你去开荤。我不去。虾仁虽有些好奇心理，但他哪里敢明目张胆去做这种事。几人见他这副窘迫的样子，便又一阵哄笑，然后勾肩搭背的走了。不过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，虾仁也跟黄老台打了个招呼，独自离开。当然他不是为了去找暗门子，而是去找今天看见的那家药店。你是要堕胎还是治花柳？我不用堕胎，也没病。没病你来干啥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染上了花柳还不承认？我真的没病，我就是想来你这问问有没有药材。在出发之前，虾仁还找李半仙请教了一些药材知识，李半仙便向他介绍了一些滋补强身的药材，例如人参、黄金、灵芝这些。不过这些药材生长时间长，价格还极其昂贵。虾仁想着，既然这样，最好能买到种子，毕竟他有着那只宝葫芦，种起来也不是难事。
你这里有人参卖吗？人参，别说我这里没有，整个安昌县的人参大都在县太爷手里，顶多余下的1、2株也被洪安堂买走了。虾仁记下洪安堂这个名字，准备待会再去内看看。最后虾仁只买到一小包，据说是肉苁蓉的种子。老头悄悄告诉他，此物能大补肾阳，但是只能生于荒漠之中。临走时，虾仁还不忘推销一番自己的大力丸，结果意料之中的被老头拒绝。我想来买点药材。这时，虾仁瞥见门口又进来一位青衣男子，这人正是张有良。虾仁不愿与他见面，连忙转过身去。我要的培元固本丸现在有货了吗？正好我们前天刚进了一批。行，给我来2粒。张有良从袖中掏出2锭银子，接着便接过一个小瓷瓶走了。这个培元固本丸是什么药？这是本店秘制的一种药丸，能强身健体，大补元气，尤其对于习武之人有极大帮助。哦，你身后那个药柜能给我看一下吗？虾仁指着一个写着人参的抽屉，学徒便立马拉出给他查看。这人参怎么卖啊？这株是10年前的野山参，卖20两银子。虾仁一听价格，顿时大吃一惊，但也更加坚定了要种人参的心。好在人参籽的价格不贵，虾仁便让学徒把所有的人参籽都倒出来，一共3钱半，他全部都买下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买了一些黄金的种子。第二天，众人因上衙门交税的人太多，排了1日都没能排到，只好再在县城待1天。虾仁便打算趁机再去销售一下自己的大力丸。昨日去洪安堂时，虾仁有留意附近的店铺，在街道尽头就有另外一家，叫做回春堂。你是这里的郎中吗？是啊。别看我年轻，我3岁识字，5岁学药，7岁学医。虾仁眼见这位郎中比较年轻，似乎还挺好说话的样子，便改变了策略。请你帮我看看这枚药丸。此物味甘性温，可益气健脾，强身健体，可列为上品。既然这药丸如此神奇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这样的药丸，不知道你收不收？收，当然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粒？之前卖10文钱一粒，确实是有点痴心妄想了。反正粮食做成药丸以后，就算卖1文钱也是赚。那就……虾仁掂量一阵，最终伸出3根手指，开价3文钱一粒。好，没问题。居然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早知道就开价4文钱了。哎，算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总共285粒，按30文钱一粒算的话，就是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30文一粒？啊？你说的不是30文吗？卖300文就太贵了些。你的药丸虽好，但也不值这个价。比起培元固本丸还是差得远，我最多给你开到50文。行，可以，咱就按50文算。虾仁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些个大力丸能卖出这个价格。青年清点完账后，将白花花的银两放到桌面。虾仁一时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天老爷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了。虾仁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银两，竟没有第一时间拿去置办家当，而是一次性买了10个大肉包子。此刻来福看着提着2个麻布袋的虾仁，忍不住打趣道：虾仁，你小子疯了，这么大手大脚，小心年底要饿肚子，到时候连稀粥都喝不上。没事的哥，我在家存了很多干野菜，过个冬没问题。其他店户听见这话，纷纷在暗中摇头，这孩子终究是个没有父母管束的，真是太败家了。确实钱还是得花在刀刃上，既然有了这么一笔钱，干脆去探探黄老财的口风，看看愿不愿意把蛇口山那块地卖给我。租人用人的，总归还是拿在自己手里踏实。于是虾仁3子吃完水中的肉包，接着就悄悄去找了黄老财。黄老财正在和城里的老朋友叙旧，虾仁便等待时机，人一走，他马上走了上去。东家，找你有件事想问问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什么事？你这地才租没到1年，减租的事就不用问了。哎，东家，我是想问你，这蛇口山的地你卖不卖？啥？你想买？山上都是些石头，连水都没有，你买它干嘛？反正地里都是石头，又不是什么好田，你还不如卖给我算了。这可不行，就算再差的地，那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，这事没得商量。虾仁见状，只好失落的走开。这一时半会，黄老财是不会改变主意了。或许等到他考上了武秀才，还能有所转机。秋睡缴完后，当日中午就启程返回。刚到半路，天色就已经黑完。咱们好像快到上次被劫到的地方了吧？没事，赵大王很有原则，一趟路只劫一次。几人正说着，忽然发现一个黑影站在前方，手中还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刀。前面可是赵大王。在黄老财印象里，赵大王虽是山贼，但也光明磊落，从不蒙面，因此黄老财缩在人群中央，不敢上前。前方的黑影没有说话，而是提剑向众人走来。
一道寒光闪过，最当头的一名佃户人头已经落地。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弟兄们别慌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我们一起动手弄死他。大家伙跟我一起用独轮车撞上去。他们有50人，对方只有1个，原以为稳操胜券，结果却是连对方一脚都没能碰到。又是一阵寒光闪过，来福的头颅高高飞起，眼见双方实力悬殊，其他佃户已然没有反抗的欲望，拔腿就跑。虾人立马也跟着想跑，却发现黑衣人已经一刀向自己砍来，虾人连忙抄起手里的独轮车向黑影砸去。嘿，吃小爷一车！10几辆独轮车被他轮流丢到半空中，短时间内黑衣人竟真拿他没办法。虾人抓住机会逃跑，但黑衣人的速度也不慢，虾人赶紧调动体内的灵气。黑衣人没想到这小子还能忽然提速，这刀便又落空。待他收刀，发现两人距离竟是越拉越远。这边虾人很快就追上前面的黄老财，其他那些佃户一到关键时刻全都跑没了影，只剩下他这老骨头在最后。虾人救我！我自己小命都难保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你？黄老财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救我！蛇口山的地。听到这话，虾人突然止住脚步，毫不犹豫地跑回头。这边黑衣人已经追上黄老财，就在那把刀往黄老财脖子上砍去。虾人救下黄老财，背上就跑。黑衣人一直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快点，他又来了！眼看又是一刀劈下，你干嘛？虾人及时爆发出一股力量，把距离又拉开一些。渐渐的，虾人速度变慢的同时，黑衣人的速度也在变慢。当两人回到蛇溪村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二人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逃过这一劫。黄老财做人做事还算诚信，但那毕竟是3亩地，真要反悔的话，也不是没可能。好在下一秒，黄老财伸出手，示意虾人到他的床边。虾人，你救了我一命，那3亩地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多谢东家，从今以后我也是有自家地的人了。但是你救我这一命，只是给你这3亩地还不算什么，我还可以另送你一件大礼，一是把我的二闺女嫁给你，再陪嫁20亩良田。二闺女听到这个安排，顿时羞得低下了头，还悄悄打量着虾人。虾人也是心突突直跳，那可是黄老财家的二闺女，妥妥的村花，换了谁都没办法拒绝。这第2项吗？就是我可以把整座蛇口山作价800两白银卖给你，每年还40两，分20年。黄老财的话说完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气。这蛇口山大家都不陌生，完全就是一座荒山。这2个选择怎么看都是前一个稳赚不赔。要换做以前，能有几亩自己的地，再娶个媳妇，我这辈子也算得上圆满。但这次进城，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不只是这小小的蛇溪村和3岔子镇。难道我真的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？不，绝对不会。所以，为了走出这片地方，我必须……他再次看向二闺女，这一次的目光坚定许多。最终，他缓缓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：我要买下蛇口山。你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蛇口山就算卖给你了，但你一定给我记着，每年必须还款白银40两，1两不能多，1两也不能少，不能提前还款。要是还不起，我就立刻收回蛇口山。至于契约，等我伤势恢复以后，就和你一块去县衙。得嘞，多谢东家。就这样，虾人的身家瞬间多了一座山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却在琢磨黄老财最后说的话。的确，现在我拿不出这么多钱，那这个分期也合情合理。但是为什么不能多还，又不能提前还清呢？虾人想了好久都无法理解，转眼就回到了蛇口山，看着眼前布满乱石的荒山，当务之急就是将进山的路给堵死。于是第2天，虾人搞定进山的路以后，又想起自己买回来的3种药材种子，当天便啃出一块地下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人参和黄金苗长势迅速，只有肉苁蓉不见动静。虾人还以为自己失败了，不料他刚准备把地重新翻耕，改成种黄金的时候，发现泥土之中竟有一根洁白如玉的东西。莫非这就是肉苁蓉？虾人接着又继续挖，最后挖出10几根一样的东西，确定了这就是肉苁蓉。上次那老头说这玩意大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补法。算了，先装进葫芦里养几天，到时候再拿出来试试。3天后，虾人将这药材取出，炖了一大锅汤，像平常吃饭那样，咬一口黄金，又嚼一口肉苁蓉。吃完下去以后，肚子顿时暖洋洋的，身上还有点热。结果到了半夜，虾人身上憋着一股使不完的劲，越躺越精神，干脆爬起床，扛上锄头就去开荒。结果精力仍然没有被耗尽，虾人躺在床上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念一个个涌上心头。今年自己也14岁了，要不要10点前找媒人说个媳妇呢？村里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姑娘有12个，
但是找谁合适呢？杏花、荷花还是翠花？胡思乱想中，他莫名又想起黄老财家的二闺女，能有那样曼妙的身材，黄老财家的伙食是真好啊！想着想着，虾仁终于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和二闺女成了亲。虾仁哥，你怎么才来？快坐到我旁边。虾仁身体不受控制的走去，刚一坐下，二闺女就握着虾仁的手往自己的衣服扣子上放，紧接着他开始脱二闺女的衣服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他脱了一件又一件，他身上的衣服怎么也脱不了，急得虾仁抓耳挠腮。等到虾仁以为终于要成功的时候，梦醒了。这该不会是补太狠了吧？还是说这都是昨晚上在梦里急的？不对，虾仁一摸衣服，竟发现湿了一大片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不是汗水，红乎乎一片都是鼻血。虾仁猛地坐起，他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些不对劲，今日的感觉和往日完全不一样。这天虾仁醒来，浑身都有一股无法言说的舒畅。更神奇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能感应到灵气的存在了。这空气中漂浮着的光点，想必就是天地间的灵气。虾仁利用这葫芦能使物体灵气剧增的特性，又连续修炼几日后，忽而发现自己体内的元气已经全部转变为一缕真气。这真气虽远不如灵气数量多，但品质更高，更凝练。虾仁便立刻找李半仙说了此事，而李半仙又用捏石成粉来打发他。只见虾仁捏石头捏的小脸憋得通红。看到了吧，你现在的境界依旧微乎其微，还需继续努力。弟子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弟子此次来还有一事相求。就是想向您学习刀法。刀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？正好为师这里有一本剑道秘籍，你回去按着最基础的剑招每日练上100遍。弟子受教了。于是之后几日，虾仁一边修炼剑法一边修炼真气，之前那一缕真气已经壮大好几倍。与此同时，之前种下的药材也能够收成。虾仁立马制作出加强版大力丸，第二天便出发县城，准备再去回春堂售卖一番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得好辛苦啊！上次你给我的大力丸还有吗？这次带了多少我都要了。虾仁将满满一袋大力丸倒出来，以及旁边用小麻袋装着的加强版大力丸。你先别急，这次我还带了另外2种药丸，你看一下。我只能感觉到药效确实增强很多，但具体往哪种方向还得试验以后再说。你若不介意，这些药丸算60文钱卖给我，试验后如果真的有奇效，我再给你加价。行，没问题。青年将大力丸清点完数量后核账，一共白银291两。对了，我叫做司马懿，以后你要是还有大力丸都可以卖给我。好的，等下次我再来找你。虾仁用这些银两先置办了一双鞋子和一把重剑，又去给小蛾子带上一些糖葫芦和云片糕。回到蛇溪村以后，虾仁立马去找了小蛾子。虾仁哥，你从哪弄来这么多东西？这些都是我从县城里给你带回来的，喜欢不？你这得花很多钱吧？这你就别担心了，你虾仁哥现在发达了，黄老财答应把蛇口山的地都卖给我了，还允许我慢慢还钱。话说着，大伯家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从里走出一名官差。官差怎么到你家来了？这官差是大哥的朋友，来村里拿人顺道叙旧。哦对，我都忘记和你说了，黄老财家大儿子打死了人，被告到县衙去了，官差来抓的就是他。糟了，他家出事，那我得去看看才行。黄老爷，虾仁了。老爷别急，咱慢慢想办法。之前我不是还欠你银子吗？今天我就是来给你还债的。虾仁了，还是你小子懂事。要不要我去想点办法，提前凑完这800两银子给你？不，绝对不行。虾仁看着黄老财倔强的样子，虽心下想不明白原因，但还是从兜里掏出40两银子给了他。明天我要到县衙打点关系，正好需要银两。虾仁，明天你也和我一块去吧。成嘞。第二天，虾仁跟着黄老财一路陪笑脸，最后终于见到被打断腿的黄富贵。老实说，虾仁总觉得有些蹊跷。黄富贵被抓是说因为打死了乞丐，但他本人却说自己只不过推了他一下。第二天就被他家人找上门说人已经死了。按理说死个乞丐这种事情别说多常见了，就是村民打死1、2个人，不去县衙告状，县太爷也懒得管这些事。结果这次居然能够惊动官差，冒着风雪大老远过来拿人，此事背后绝对不简单。探监完以后，虾仁和黄老财一起回镇上。虾仁，等你赚到了钱，劝你一定要舍得钱财去考个武秀才。现在文秀才地位远远不如武秀才啊！转眼间又到1年除夕，听说黄老财为了把富贵捞出来，将自己所有的田地都打包低价卖给了张有良。现在他变成了这村上最大的地主。这天，虾仁买回之前见到的培元固本丸，又经好几个时辰修炼吸收，他感觉自己的境界又上了一层，于是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力一捏，石头竟在他手中4分5裂。我终于修炼成功了！
师傅，我能捏碎石头了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接着虾仁便向李半仙演示了一番，半信半疑的李半仙捡起一枚碎裂的石头，藏在袖子里，使劲捏了好久，石头都纹丝不动。这小子竟真能做到！不错不错，能把石头捏碎算是小有成就，不过全凭一股蛮力，还欠缺一些火候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些基础剑法学的怎样了？我现在已经能使用100斤重剑了。什么？之前为了防止这小子学得太快，我特地把书上的10斤改成100斤，这才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这小子不会是在唬我吧？你把这柄剑给为师看看。虾仁将剑递过去，然而李半仙接过剑的一刻，整个人瞬间被压下几公分，拼命坚持了好一会，还差点把他的老腰给闪了，最终剑还是掉到了地上。此剑声音清脆，品质倒也不错，你自己捡起来吧。虾仁捡起剑，却没急着收起来，而是在空中挥舞几下。师傅，你看我这样挥剑对不对？能否为我演示一下？不用为师演示，你已经练得很好了。师傅，你还是露一手，让弟子见识一下。虾仁这般执着，无疑是把李半仙架在火上烤。他连拿起这把剑都费劲，真要挥起来，估计这半条命都得没。幸好他混迹江湖，有的是手段。不必再说了，为师已修炼至更高的境界，似这般基础剑法，简直是辱没了为师这双手。是弟子一时糊涂，望师傅原谅。这就不必，既然你现在基础剑法已成，为师便传你另一套剑法。虾仁接过李半仙手写的纸条，殊不知李半仙为了防止他真的学会，把这本剑谱修改得面目全非。李半仙赌上自己行骗多年的素养，这小子这次绝不可能成功。果然，刚开始修炼的虾仁就碰到了瓶颈，比如书上写要一蹦2、3丈高，但他无论如何只能跳到1丈多，一连修炼好几天都不得进展。这天，虾仁正在修炼时，额窝传来一阵骚动。什么人？这人手上的刀怎么和那天劫道那人的一模一样？怕不是同一个人？虾仁本能的想逃跑，但就在这时，黑衣人手起刀落，2只大鹅的额头落地。你居然敢杀我的鹅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多亏这段时间里虾仁一直在苦练剑法，已经不是那天晚上只会逃跑的小子。只见他提起重剑，动作迅速的冲上前，直刺、横扫、斜挑、竖劈，但黑衣人身法灵活，竟一刀也没砍中。你他娘的总是动个不停，还打个毛啊！虾仁一怒之下便对不上那些所谓剑法，把手里的剑当成烧火棍，直接就是一阵乱锤乱砸。黑衣人显然没有预料掉这种情况，只好使出单刀格挡，却不料刀剑刚一接触，黑衣人手里的单刀瞬间粉碎。这小子怕不是着了魔？再吃小爷一剑！黑衣人看着直接流血的虎口，向后一退，转身就逃。虾仁追到悬崖边上，只见黑衣人手脚并用，攀着悬崖峭壁，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我这些年老实本分，没想到居然还会被人盯上，还好这次保住了小命，只是可怜我那2只大鹅。这2只大鹅是虾仁最开始买回来的，论感情也是他们最深，还生下了15只鹅崽子，立下大功。虾仁抱着2只鹅尸，默默走进火房里烧水。次日清晨，虾仁嘴里叼着一个大鹅，真香啊！这次的经历也给虾仁敲响了警钟，立马又在悬崖下方设置了一些障碍。接着第2天便出发县城，准备找司马懿又出售一批大力丸。虾仁兄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抱歉啊，最近忙着练功，有事情耽搁了。先不说这个，上次给你订的那20加强版大力丸，你都带来了吗？自从上次卖出去以后，不少官老爷都抢着回购。当然带了，麻烦你清点下数量吧。司马懿清点许久，最终合账6100粒，等于488两白银。司马懿痛快地拿出银子交给虾仁：“兄弟，你算是帮我大忙，这份恩情难以报答。兄弟，等下我请你下馆子。听说这鸿雁楼前段时间搞到一块100年鱼腰的肉，咱们也去尝尝味道。”虾仁听得2眼直冒光，这鱼肉他虽听过，但也从来没尝过，更别说这100年鱼腰。多谢兄弟，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司马懿带着虾仁去到鸿雁楼，只见2名妙龄少女立马上前招待。司马懿大手一挥，立刻点下几道招牌菜。虾仁兄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那就给我上道炖猪肉吧。话音刚落，身边招待的2名女子表情不约而同地抽了抽。
要知道，在这鸿雁楼里的都是大富大贵的名家，谁会在这里点上一份平平无奇的炖猪肉？没多久，菜就被陆续上齐。正中央摆着2个花纹精致的碟子，里面放着的正是百年鱼腰肉。这小小2片鱼肉竟然要卖10两银子，怕不是里面镶了金？但很快虾仁就注意到了这鱼肉上的特别，上面密密麻麻汇聚着灵气。你知道吗？据说这鱼腰有300多斤，最精华的部分都献给了县太爷。我们吃到的这2块其实就是边角料。对了，你跟洪安堂熟不熟啊？来往不多，只是认识他们家少东家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能不能托你帮忙买一些培元固本丸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可是这儿的地头蛇，虾仁兄弟，你尽管开口就行。行，我就知道司马兄深藏不露，刚刚卖大力丸的这490两银子，你全拿去，只要能买到，你就全买了，包在我身上了。你真能买到这么多？不是说人参被县太爷掌控，外面流通极少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这家族背后还有不少秘密交易，就算是县太爷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总之你放心吧，明天早上来我店上取就行。看来自己遇上司马兄，真算是遇上了贵人。第二天，虾仁果真拿到了整整49枚培元固本丸，这下他的修炼又能继续突破。接着他又到刀剑铺那置办了120斤的重剑。回蛇口山的路上，虾仁又遇到了那伙山贼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小子还不快把过路费掏出来！想要我拿出钱，那你可得问问我的剑同不同意。你这小子真是天高地厚。行，今天你们谁也别出手，老子好好给他上一课。虾仁歪嘴一笑，面对提刀冲上来的赵大王，他只是将自己的重剑随意一抬，刀剑相碰的瞬间，对方的刀已经断成好几截。怎么样，还要再来试试吗？这把不算，刚刚我特地换了把插刀，怕伤着你，等我换把刀再来。但再重来一次的结果，只不过是赵大王坚持多了几个回合，最后刀还是一样断成好几段。虾仁看着气喘如牛的赵大王，还打不打？老子今天肚子饿了，回家吃饭，明天再跟你大战300回合。悠，打不起就直说呗。行了，还不快点起开，放小爷我过去。你！虾仁做事又抬起自己的大宝剑，赵大王立刻憋住了声，叫嚷着带着自己的小弟回山里去。居然这么快就到了秋天，又到了该去县衙交税的日子，是时候该下山了。如今虾仁已从佃户变成了地主，山下的那50亩地全都租给了阿贵一家耕种。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东家，前面就快到赵大王的地盘，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些银两打点一下。这赵大王很讲原则，只要给了钱，绝不伤人。虾仁听到这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就怕他等会躲着不出来。一往前没多远，前方一阵锣响，赵大王果然如约出现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赵大王，咱们打一架啊！赵大王听见这熟悉的声音，立马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当头站着的正是虾仁。哎呦，我肚子突然好疼，好像是吃坏东西要拉肚子。你别跑啊，我保证这次一定会轻一点。结果虾仁的话还没说完，赵大王一行人已经跑没影了。东家，你这是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怎么他们这么怕你？没什么，就是绝对的实力罢了。等到虾仁一行人离开半个时辰以后，赵大王才敢再出来营业。这时又一伙人过来，赵大王立马跳出喊着他的台词：秀才老爷的车队，你们也要拦吗？嘿，秀才算老几？咱们赵大王当年也是武秀才呢。反正所有人从这条道上过都得交钱。看着一群山贼明刀明枪，张有良不打算惹是生非，只能黑着脸交出1块碎银子。你这么多独轮车，就这么点银子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我告诉你，别太欺人太甚。哎，我们家赵大王今天心情不好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滚蛋。给你就给你，总有一天我要灭了你们这群山贼。另一边走在路上的虾仁忽然打了个喷嚏，他自然不知道因为他的原因害得张有良交了2份买路钱。这次交税，虾仁又得知另一个消息，便是今年要招收徭役，人人都知道这徭役基本有去无回。阿贵，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替我服徭役？西南苦役几乎有来无回，不知东家开价多少？现在一条人命卖多少钱？这得看年龄，青壮男子最贵，大概要20时日上好的刀骨，50岁以上的老弱只需要2担刀骨。那我出20时，你帮我找一个人代服徭役。东家不用找别人，就让我去吧。这可是苦役，你家里还有刚出生的孙子，没必要冒这个险吧？
东家你有苦不知，虽说今年交完还剩110余两，但还有户税、人口税、阳光税，这样算下来，最后只剩不到50担。我家可是有10几口人呐，我也40多岁了，这条命还能卖到这个价，不去的就是傻子。虾仁心中一阵动容，倘若在2年前给他这么一个机会，估计他也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搏命。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。阿贵临走那天，虾仁还特地买了2斤猪肉去探望阿贵。他那个3岁的孙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有肉吃，开心。虾仁远远望着阿贵离开的背影，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有些湿润。转眼间又到了过年的时候，虾仁今年已经16岁，可以正式娶媳妇成家。虾仁，你真不再考虑了？那可是黄老财家的二闺女啊！隔壁村的杏花我也给你说来了，这个可比黄家二闺女身材还要好啊！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武秀才报考的时候了，要是这时候娶个媳妇回家，恐怕是没办法专心练功了。而且这黄皮葫芦的秘密又是另一个问题，算了，再忍几年吧。于是虾仁一咬牙全都拒绝了，看着媒婆饶有不舍地走开，虾仁心中却并不后悔，毕竟就在前几天，他已经修炼到功法3层，现在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候。但又过了段时间，眼见武考报名时间越来越近，虾仁还是无法做到书上的剑法，他迫不得已只好去求助李半仙。师傅，我苦练多日，有一招一直不得求解，就是我这手臂加上长剑，一共才5尺多长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刺到1丈开外的目标。光凭蛮力自然是无法做到。师傅请赐教。不知你可曾听说过真气外放的说法？只需调动身体的真气，汇聚到剑身上，10步之外便可杀敌于无形。师傅，我还是不太懂，你能不能示范一下？好的，为师今天就给你露一手。只见李半仙拉来一个乞丐，让他在2丈之外的地方站好，接着大喝一声，单手在虚空一挥，乞丐忽然惨叫一声向后摔倒。哎呦喂，痛死我了！老神仙饶命啊！哦，原来这就是仙术。看明白了吗？虾仁摇了摇头，没看明白就对了。这真气可谓视之不见，触之如电。不过你现在功力不够，还无法做到真气外放。待你修炼到一定境界，自然能做到。李半仙瞎忽悠一阵，这老乞丐也是他提前找来的演员，本以为能就此把虾仁忽悠走，不料忽然却双手一拍，似是想到了什么的样子。师傅，我悟了。你悟到了什么？所谓真气外放，应当就是通过身体的穴位释放出来。假若我调动真气在经脉运转的话，话说到一半，虾仁便做出运气的姿势，调动起丹田里的真气。没一会，大量的真气就汇聚在他的右手掌心。只见虾仁一动不动，右手臂上还渗出密密麻麻的血汗。李半仙察觉不对，徒儿，虾仁，我不过是随口扯了几句，这小子到底悟到了什么？别等会走火入魔了就麻烦了。这边李半仙还在继续叫着虾仁的名字，紧接着虾仁手中的大剑居然隐隐发出光芒。这光芒起初还若隐若现，但却渐渐形成一大片光斑，最后竟变成一柄耀眼的光剑。与此同时，虾仁大喝一声，手中的光剑向前挥舞一个直刺。这真的是仙术！原来你真的是仙师，我不收你钱了。老乞丐被这一幕震撼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，还从怀里掏出10个铜钱。什么仙术不仙术的，这就是咱们师徒搞出来的杂耍。我这给你50文钱，这件事你千万别往外说，要是敢说出去，老夫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李半仙平常恨不得挂个牌子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仙人，此刻却一反常态，生怕别人知道这件事。师傅，我这样算不算真气外放？李半仙平复好心情，虽然一时还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，但是阵脚不能乱。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真气外放哪有你这么野蛮？简直是一头蛮牛，完全没有一点仙家风范。你要懂得控制力量，收放自如才行。今日你且回吧。多谢师傅指点。回去路上，虾仁看着自己的右手若有所思，若不是当时及时刺出那一剑，估计自己的右手就会像那把剑一样被真气炸得粉碎。多亏有师傅指点，这要是走了弯路，估计现在死哪都不知道。只是可惜了，我这把刚造出来的剑，要是以后每用一次真气外放都得损失1把剑的话，这笔开销未免也太大罢了。为了考取武状元，这一切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正好算时间，武考就快要到了。虾仁回到蛇口山简单收整一下后，第2日就启程前往县城，准备先重新置办1把剑，再去顺便打听一下关于武考的事情。站住！这不是你这个乡下人能进来的地方。我来报名武考，怎么不能？哼，就凭你知不知道考些什么？该如何考？就是不知道，我才要来问的啊。
滚！什么也不知道，也敢来消遣老子！就这样，虾仁被粗汉毫不留情地赶走。站在衙门外面，虾仁忍不住大骂一句：“不就个臭看门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书接上回，虾仁被衙门的看门汉轰出去后，又找到黄老财打听这报考的流程，这才知道原来报考不仅需要户籍名册，还要拿到3位状元的保荐信。我顶天就认识张有良这一个状元，更别提他根本不会给我写保荐信。对了，差点忘记司马兄弟，凭借他的人脉，说不定能搞得定。一边想着，虾仁一边匆忙赶到回春堂内。司马懿看见虾仁出现，立马从桌后站起。虾仁兄，你终于来了！上次你要的培元固本丸，我已经给你换好了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这段时间都在忙其他事情，差点把药丸给忘记了。什么事能忙得连这都忘了？这可是几百两银子。最近不是准备武考，结果现在我还没报考上。虾仁兄可是拿不到保荐信。正是，你早说嘛！我家族中有8个秀才，县里也认识几个秀才。虾仁兄，你等我，明天我保准给你搞定。一言为定，司马兄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刚回到正武堂，司马懿还没进门，另一个体型壮硕的男子就迎了出来。十四弟，你来了。四哥，这新的大力娃我给你带来了。十四弟，你真是给我帮了大忙，多亏了这大力丸，我的修为进步神速。四哥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，帮我弄几份武秀才考试的保荐信，我一个朋友要用。眼见弟弟有求于自己，司马弘立时拍拍胸脯示意包在他身上，转身就进到演武场里。里面一个教习正在教导学员，而那名教习不是别人，正是虾仁的堂哥张有良。那个谁，你过来一下。不知司马堂主有何吩咐？平日在村里趾高气扬的张有良，眼下却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。这里有份保荐信，你过来帮我签个名。没问题。张有良笑着接过保荐信，却看见当头赫然写着虾仁的名字，此刻差点没跳起来。虾仁这小子居然还攀上了司马家的关系，这人好像和你一个地方，怎么你们认识？一面之缘罢了，不太熟不太熟。张有良忙不迭澄清与他的关系，纵使他眼下有万般不情愿，但在司马弘的面子下，他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大笔。第二天拿到保荐信的虾仁，立马看见其中一封写着张有良的名字，顿时一阵得意。张有良啊，张有良，没想到你也有这天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得瑟。虾仁兄，这是见了什么事？怎么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就是见着路边有条狗在给我摇尾巴。眼下材料齐全，司马懿原本说和虾仁一块去衙门，但临时来了位危重病人，便让虾仁先行前往。学县衙门并不大，一进到大堂，里面那名书吏正在打盹。抬眼看见是这么个乡下土包子，又装作没看见的样子。差爷，我过来报名武考。去，没长眼的土包子，没看到本大爷忙了一天，连口水都没喝吗？虾仁想起之前陪同黄老财来县衙办事时，要是不送银子，就绝对办不成事。好呀，我今天偏就不送银子，小爷我陪你在这耗着，等司马兄来了，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大口气。虾仁干脆也不着急了，看着官吏喝了3壶茶水，去了5次茅房，又洗了6次手，愣是没有打算给他办事的意思。这时门外走进一名青年。司马公子，你老怎么今天亲自来了？有什么事让下人过来吩咐一声不就行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听说你这不送银子就不能办事，甚至送了银子也不能办事。那是别人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保管给你办得服服帖帖。撑歪嘴，你这事办得也太不厚道了，还让我这位弟兄一阵好等。官吏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个土包子竟然是司马公子的朋友。公子教训有理，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还望公子大人不记小人过。那还愣着干嘛？给人家办事啊！这下有了司马兄出马，不到半刻钟就搞定了所有事情。官吏给虾仁盖章的时候还咧着嘴笑道说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虾兄弟一表人才，年少有为，以后兄弟高中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虾仁自然没给他多少好脸色，扯过盖了章的文书转身就走。官吏和门童还满目笑容的送2人出去。虾仁跟在司马懿身后，这才明白原来司马懿背后的家族竟如此强。回去的路上，虾仁还在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，不料却被3个人拦住。他认得其中一个正是刀剑铺的那个小胖子。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手里还有这种银子吗？虾仁定睛看去，发现金属的光泽十分特别。他想起之前刀剑铺的老板给他介绍过，这大概就是百炼金银，乃是100斤银子才能炼化出1斤的罕物。糟了，原来银子放到葫芦里也会发生变化，这小子不会是看出来了吧？我现在身上可没钱，再说了，这些钱有什么特别吗？小子，别装傻充愣，老实交代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，剩下的藏在什么地方？此刻，青年抽出一柄短剑威胁道，一瞬间3人就将他包围在中间。眼见虾仁不回话，手中短剑一抖，已经向虾仁的脖子刺来。有过经验的虾仁自然临危不惧，反手抽出自己的重剑砸去。
只见青年手中的剑碎裂一地，紧接着虾人又补上几剑，青年便重伤倒地。小子，你竟敢伤我的人！是你们先动手的，这可不能怪我。中年人说着，顺势也抽出宝剑和虾人战斗。而中年人显然身手更上一级，但坚持没超过3个回合，便在虾人的攻势下宝剑碎了一地。好啊，你小子果然有点实力，不过终究只是一介武夫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修仙者的手段。小样，这可是仙家法术，岂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击破的？谁告诉你，我就不是修道之人了？只见虾人的剑身逐渐发亮，就像上次真气外放。好啊，你小子居然杀了到玄宗的人，你今天算是惹上大事了。看来你知道很多事，你最好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。说着，虾人压到他身前，小胖子立马害怕的把所有事情都吐出来。原来他见财起意，便找了道玄宗的人准备敲他一把。而这道玄宗是个神秘的修仙宗门，却没想到落得这个结果。下次打劫之前，好好调查清楚对面是谁。道爷饶命啊！我这里有本家传古书，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哦，百兵谱，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有这好东西。有了百兵谱的虾人并没有太得意，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第一时间跑去找李半仙打听道玄宗的事。道玄宗，你可千万别和他们接触，他们没有官府批准私传道法，乃邪教宗门。徒儿知道了。不过要论私传道法，老夫现在收了虾人这个徒弟也是犯了重罪。主要谁能想到那本破书竟然真的让他给练成了。对了，师傅，还有一事，就是我报名武考成功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我本想去试一试，万一成了呢？之前明明都劝过这小子别去，没想到此番武考肯定会被人看出端倪，到时自己的脑袋估计就不保了。那个什么，虾人啊，为师准备出一趟远门，少则5年，多则10年，以后你就多多保重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师傅你走了以后，谁来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啊？师徒一场，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看你我之间有缘，我便将我全套功法传授给你，日后你自行学习即可。挽留的话到了嘴边，虾人却说不出口。师徒2人含泪道别，临走前李半仙甚至还留给他一块祖传玉佩。又过几日，这天终于到了武考的时间，虾人带上自己新锻的重剑前往县城。得益于司马懿的安排，虾人跟在司马族一位少年后面，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考场。只见场内到处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考生，显得虾人身上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格格不入。司马兄，你怎么把一个庄稼汉带进考场来了？我也不认识，我师四哥非要我带进来的。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能是他一个庄稼汉进来的吗？我还正愁考试无聊，正好来个人看看乐子。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了，你们现在看不起我，等会考场上再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一阵锣声响起，高台上县太爷大步走来，下面坐着一排考官。虾人抬头望去，竟看见司马懿也在高台上，还看见张有良也出现在围观的人群里。考官站在众人面前，简单介绍了下午考流程，和往年一样，分3个项目。第一项是力量考核，考生需举起500斤的巨石，绕着考场行走1圈。第2项是兵器考核，考生展示剑法，考官打分。至于这第3项，年年都被称作是最难的一项，便是要和考官进行实战。我说你们看那乡下人的身板，能抬起那块石头吗？我看未必，你瞧别人家少爷那肌肉，估计他就是过来招笑的。话说着，虾人已经走上场，所有人都准备好瓜子和笑容，就等着看虾人表演。只见他连马步都没扎，直接蹲下身把石头抱起，然后很随意的把石头夹在腋下。场上一片惊呼。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这么重的石头，那可是500斤，就这么随意的拿起来了。怕不是偷偷作弊了吧？那石头里其实根本就是空心的。考场上虾人歪嘴一笑，紧接着又忽而将石头放下。书接上回，众人都在纳闷为何虾人举起石头又放下，以为是他坚持不住。结果下一秒，虾人又重新将石头抬起，模仿着其他官家少爷的姿势，先是扎稳马步，接着又是对着天空大喝一声，最终才将石头举过头顶。这群官家老爷指不定又会从哪个动作上找我毛病，这下我和其他人都一样，保准万无一失。这一轮考试结束，第2轮开始。这一轮考核是大家轮流上场，虾人便先在底下观察别人的考试。那些官家少爷手上拿着3、5斤重的剑，一跃不过几尺高，最终得分竟也颇高。虾人见此一笑，自己现在不仅能一跃1丈多，还能使150斤重的巨剑，看来这考试也不过如此。只见虾人自信地走上场，照着之前师傅传授的剑法，一跃空中还连带挽出5个剑花，落地时还顺势用出一个下劈。
周围好几丈地面就像被牛耕过似的。考生虾仁考核结束，得分为1中。什么才得1中？在场的其他官家子弟最次都有甲下，而虾仁的这个得分已经算是垫底的水平。在下司马刚，安昌县尉。这次的主考官，你的剑法可谓一言难尽，让人不忍直视，完全就是乱无一气。只是看在你资质不错的份上，才给了你这个分数。还有，你刚刚损坏了考场的地砖，责令你赔偿白银100两。话音刚落，场上四周就传来一阵笑声。一时间，虾仁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，但他丝毫没有怀疑是李半仙传授的那些根本就是歪门邪道，反而觉得自己正如李半仙所说，不过是三脚猫功夫，还需要更多练习。转眼就到了最后一轮考试，这轮是和考官进行实战，结果考官下一秒就提剑冲来，虾仁也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挥起重剑。糟了，轻敌了！考官手里的剑裂成无数块碎片，而虾仁手中的刀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趋势。考官被拍飞出去数米远，重重的砸到墙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虾仁慌乱丢下剑去查看考官的伤势，这招他才用了快60%力量，谁知道考官竟然如此脆弱。我宣布考试结束，经商议，考生虾仁此轮分数为加上。竟然是满分，好像之前最高的也只是以上而已吧。好多年都没出现过满分了，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。一时间，场上众人哗然。主考官司马刚立刻让众人肃静。考生虾仁，你出手过重，以至于考官身受重伤，需赔偿白银100两，可有异议？学生没有异议。这小子才2、3年没见，怎么会有这般突破？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转眼就到了五考放榜那天，虾仁的名字果不其然出现在了上面，而他中了秀才的消息一传出，各方人物都向他发出了邀请。秀才老爷福如东海，秀才老爷，嘿嘿，多子多福。转头在这其中，虾仁甚至看见了他婶娘。哎呀呀，原来是虾仁啊！婶娘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有出息的人，不枉我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。就知道他是这样见风使舵的小人，这时倒把之前那些事全忘了，哪怕他现在冷嘲热讽几句，我都敬他是个表里如一的小人。你大伯听说你考中秀才，别提多高兴了，还把家里那只老母鸡杀了。虾仁晚上记得到大伯家吃饭来啊！不了婶娘，我这还要回蛇口山一趟，这老母鸡啊，就留给你们一家子人享受吧。说完，虾仁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留下他一人在原地尴尬。转眼间又是几月过去，今年发了旱灾，好在虾仁有这黄皮葫芦的帮助，只是村里的人愈发困难。这天虾仁走上集市，一个男子立刻围了上来。小哥，要不要买个媳妇回去暖被窝啊？我不要媳妇，你就看一下，不买也没关系。男子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看着有钱的客户，哪里肯放弃，硬是带着他走到一个女子面前。你瞧，这肉厚实又有弹性，养娃绝对没问题，只要10到5，买了绝对不吃亏。你说什么10到5？怎么现在一条人命卖这么便宜了？小哥你真是不知啊，今年这旱灾搞得镇上闹了饥荒，别说我这卖人的了，吃人的到处都有的是。虾仁听到这里，浑身一阵哆嗦。行吧，我买了。多谢，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。男子将那女人推出来，不料女人却忽然回头，把身上的棉衣脱掉，塞到男人手里。把这件棉衣改了，可以给2个娃做件棉袄。你把我卖了，就不能卖娃了，娃还小，卖不起价的。就你话多，你现在没有说话的份了。这女人是你媳妇？以前是，但现在已经归老爷你了。这时男人身旁的2个小孩正瞪着大眼睛，一副可怜的样子看向虾仁。这饥荒真是闹人，狠起来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卖。虾仁回过头，看见女人正不舍得和孩子告别，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：你剩下这2孩子，我也一起买下了。多谢老爷，感谢老爷开眼。这边的动静引来其他人贩子的注意，见到虾仁出手阔绰，纷纷都围了上来。这位小哥，你也看看我媳妇吧。我的孩子8岁了，能种的干活只要1斗粮食。虾仁看着无数跟在身后瑟瑟发抖的女人和小孩，只感到十分痛心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。今天这集市上的所有人，我虾仁全都买了。当虾仁走出3岔子镇时，身后跟了差不多30口人，他将他们安置在山脚，临时搭建了一个茅草棚。你们今晚就先在这草棚凑合一晚，等明天再找人过来盖房子。虾仁又把最开始买下的那个女人叫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秋月。好吧，以后这30几人都交给你了。看着这出手阔绰的新主人，众人都十分感动。你们大家都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着你们。你们也不用再过给人当牛做马的日子了。在这里，你们才是自己的主人。话说完，不少人忽然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的给虾人磕头。接下来几天，虾人都到集市去解救被售卖的人。转眼也有300多人，虾人带领着这300余人在蛇口山艰难的生活着。一天早上，虾人忽然听见山脚下传来的喊声：“虾人老爷，你快下来啊！县里来人找你了。”人听闻，立刻飞身下山。现在掌握了御风术的他，已经能够在空中自由飞行。那人不是之前抓走黄富贵的王捕头吗？他过来找我做什么？原来是王捕头大驾光临，失敬失敬。虾人秀才每天住在山顶，倒是好雅兴啊。糟了，该不会是县里的人看上自己这座山了吧？王捕头过奖，家中贫寒，只能住在这山顶苦厄之地餐风饮露罢了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你整日待在这山中，又从不让人上去，要是再密谋一些危害朝廷的东西，可是要株连九族的。好家伙，原来真被我猜对了。既然我也大老远来了，不妨就带我到这山上看看吧。虾人打量了捕头一阵，心下当即有了办法。那是当然，不过大人您舟车劳苦，不妨先进道屋喝杯茶水，稍后我再带您上去。堂堂一介秀才，没想到居然还用着这等茶具。虾人不语，只是沉默着为他倒茶。茶水没有散发出半分茶香，只有稀碎几片茶叶在杯中摇晃，宛若清水一般。哼，你叫我进来喝茶，就只拿出这种劣等茶叶招待我，别以为你是秀才我就不敢怎么你了，还不快拿出上好茶叶过来。大人稍安勿躁，这是我蛇口山特产的茶叶，你不妨先试一试。王捕头皱起眉头，他多少年没见过这种劣等茶，只怕喝下去时脏了自己的嘴。老爷的茶可真好喝，又香又甜，是老汉这辈子喝过最好的茶水。莫非这茶真有这么好喝？这茶也太好喝了，果然是好茶，其中似乎还有微微灵气蕴含在里面。虾人老弟，愚兄冒昧问一句，你这是什么茶水？上一秒还自称官大人，喝了我一口茶，立马就改口了，真是肤浅。咱们村里人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是山泉水，泡了几颗红枣，好喝，真是好喝。虾人老弟再为我倒一壶。只见王捕头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上山的事情全然被他抛到脑后。一壶茶饮尽之后，他又两眼放光地盯着茶壶底的红枣。这些茶渣你还要不要的？不要的话，我正好包回去给家里的娃解解馋。当然可以，平日里这些茶渣我都是喂给鹅吃的。既然王捕头不嫌弃，我自然是没意见。王捕头眼下完全没有刚开始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只有一副小人得志的奸笑。嘿嘿嘿，多谢。不知大人今日过来，是否还有其他事情？瞧我这记性，最近不是正闹蝗灾吗？县里有令，你我皆是秀才，自当报效朝廷妃。于是虾人便加入了灭蝗队，不料中途遭歹人陷害，被捕入狱。县衙紧接着就派出王捕头带着几个县衙，准备到蛇口山抄家。不料刚到山脚就被村民拦住。好你个官二爷，上次刚喝了我们老爷的茶，今天就要过来抢我们老爷的东西。上头有令，你们家老爷现在已经被捕入狱了，特来抄家，你们最好赶快让开，否则我就斩了你们。你真以为我们300多号人会怕你几个人？杀害官僚可是死罪，我劝你们想清楚。我们的命都是老爷给的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你踏上蛇口山一步。这时空中传来一声巨大的鹅叫，伴随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且慢！你不是被抓进大牢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别老是仗着自己有双狗眼就爱看别人低，我背后可是有司马家族的人，他们一听见风声，立马就把我保出来了。结果一回来就看见你在这欺负我的人。哀然，老爷我错了，你饶我一命吧。杀你？我可没说过要杀你，谁不知道杀官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算你小子还算明事理，还不赶快把我扶起来，再给我倒壶上次的茶水，快啊！杵在这干嘛呢？都过来，把我们的王捕头带回去，好生伺候他。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这可是死罪，死罪！你刚刚是怎么对我的人？我不过是把你做过的事还给你罢了。王捕头，你可是惹了一个你不该惹的人。大人饶命了，小的知错了。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你的。就在王捕头快被抽到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空中又传来一道声音。虾人抬头一看，竟是县太爷乘着仙云赶来。还不快速速停手！
不好，县太爷怎么来了？只见县太爷一阵金光落地，轰开了虾仁和王捕头，而后一把利剑直指向虾仁。县太爷开口道：“